你的手机最近是不是也越来越烫手了？然后呢，拍个照呢都会当掉，或者是这个电池呢一下子就从这个50%就掉到20%了，然后还没出门呢就快没电了。更惨的是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他那个手机呢就摔坏了一个角嘛，但是换一块荧幕呢要花个几百美元，都快能换一只新的手机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你真的已经想换新手机了，其实也包括就是 Apple Watch 或者是 AirPods 吧，也请你一定呢再坚持2个月，因为今年的9月份呢，苹果一定会更新这9款新品，几乎是100%肯定的。现在你买旧款呢是真的会后悔的，即便你不想就是说花很多的钱买新款了，然后也建议你就是等到这个新品发表之后呢再做决定，因为旧的呢到时候也会降价嘛。那这次的更新呢，就不只有 iPhone 了，还包括手表和耳机，甚至呢，就是还有很多人已经快忘记它存在的那个 AirTag， 也一定呢会一起来升级。那这集呢，我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2025年的下半年，苹果一定会推出的9款新品，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好了，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先讲最特别的这一支吧，就是 iPhone 17 Air， 也有人会叫做 iPhone 17 Slim 了。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呢，重点呢，它就是一款主打轻薄的新的机型嘛，就像是三星不久前发表的那个 S25 Edge 一样。然后这个17 Air 呢，号称是有史以来最薄的一支 iPhone， 厚度呢就只有 5.5mm， 比现在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 8.25mm 呢，是真的要薄了不少的。那这只手机呢是用来取代原本的那个 Plus 的型号的嘛，就是给那些不想买 Pro 但是又觉得 iPhone 17萤幕太小的那些人一个新的选择了。但是这只手机肯定也是有一些取舍的。第一个就是呢，它会是第一支在全球都取消实体 SIM 卡的 iPhone， 然后呢就只能支援 eSIM 了。那在美国呀或者是台湾呢就都还好嘛，因为大部分的电信商呢其实都是已经支持这个 eSIM 了。但是像在中国大陆就是这类不支持 eSIM 的地区呢，那这只手机呢可能就没办法用了。镜头呢也就只有一个主镜头，然后没有超广角也没有长焦距，所以拍照呢肯定不是它的强项了，轻巧简约单手使用才是它的重点。续航方面呢，很可能会有雷，有消息就说呢它的电池容量还不到3000毫安时，而现在最便宜的那个 iPhone 16它都有4005毫安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先观望一下吧。那如果你对这个轻薄手机感兴趣的话呢，就记得订阅一下彼得森的频道吧，因为等到9月份呢，我一定会拿这支和其他的 iPhone 17系列了，还有就是三星的 S25 Edge 来做一个全面的对比，到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续航到底够不够用了。那说到 eSIM 呢，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用过，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使用方法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出国前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一下飞机呢，才发现手机呢没有网络，什么也就都卡住了。机场虽然有 WiFi 了，但是总不能就一直窝在机场，对吧？语言不通要找翻译，找不到路的时候呢要导航，连报个平安呢都没有办法。最后呢，还是得在机场临时买当地的 SIM 卡了，然后呢又怕被乱开价被坑钱嘛，那这不就是活受罪吗？其实只要用对方法呢，这些麻烦呢全都不用烦。像我自己现在在用的就是 Sally eSIM 了，就是一个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了。现在大多数的手机都支持 eSIM 和实体 SIM 卡的双卡双待了，原本的那个 SIM 卡呢你就放着呢，就不用换，也不用怕把它弄丢了。你只需要下载好 Sally 的 APP 之后呢，按照提示安装好 eSIM， 选好方案之后呢，一下飞机就能够直接使用了，翻译、导航、查资料，完全不怕没网络。而且 Sally 不只给你网络了，它还内建了威胁防护功能和 VPN 的服务，多了一层安全的保障，还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查询剩余的流量，不用担心流量突然就用完了。Sally 支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哪里都能够用，遇到问题还有24小时的客服随时帮你解决。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援 eSIM 呢，买了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还能够全额退款，完全是零风险了。现在就扫描一下画面这边的这个 QR code， 或者点击下方的链接吧，下载一个 Sally APP。购买的时候呢，记得输入折扣码 PETRSUN， 还能够有折扣可以使用。别等到下飞机才发现没有网络，提早把 Sally 准备好了，出国再也不怕没有网络了。iPhone 17标准版这一代呢，对于等等党来说呢，堪称是史上最大的胜利了，因为终于搭载了120赫兹的高刷新率的荧幕了。以前就只有 Pro 系列嘛才能够有的这个配置，现在这个标准版呢也终于等到了。不论是主界面滑动、刷 FB、IG 或者是看网页了，它都会看起来是更顺畅的。
荧幕的尺寸呢也可能会变得更大，有很多爆料就说今年会变成6.3寸的荧幕，也是数字系列呢有史以来荧幕最大的一支了。自拍镜头呢也一起升级到了2400万像素，同样是 iPhone 有史以来最高的，也是自 iPhone 11之后首次升级这个自拍镜头的像素。但是缺点呢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了，就是它这个荧幕呢虽然是高刷新率了，但是呢它不是 LTPO 的面板，就是这个最低的刷新率呢可能仍然是60赫兹。那你如果是看一个什么24帧啊，或者是30帧的影片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耗电了。而且呢，它还不支援就是荧幕常亮显示嘛，所以锁屏状态下呢，它仍然是一个黑黑的荧幕。然后呢，待机模式呢，它也没有办法就是一直亮在那边。另外这一支的效能呢，也可能是所有的 iPhone 17当中最弱的一支。它的记忆体呢，仍然就只有8GB， 甚至还有传闻就说它还会用就是和那个 iPhone 16一样的 A18 晶片。那这个性能呢就完全原地踏步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今年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呢更新其实也是很大的。首先就是效能的部分了，它会搭载这个 A19 Pro 晶片嘛，然后不论是日常使用呢，还是你用来打游戏了，它这个效能呢都会比 iPhone 16 Pro 要来得更强，然后还会采用 VC 均热板，就是来帮助散热嘛。那你在打游戏的时候啊，或者就是夏天在户外录影的时候呢，那这个整体用起来都会更稳定了，不会因为就是过热然后就不能用了。记忆体呢也会来到12GB， 也是首次 iPhone 用上这么大的容量。然后使用体验上呢，一定呢会来得更流畅的。外观的设计呢也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这个镜头的模组呢就会重新给它排列一项，变成一长条了。然后一眼呢就能看出来是一个新款的 iPhone。那这样的设计呢，在未来的至少3年内吧，你的手机的外观呢看起来都不会觉得过时。相机系统其实也是有亮点的，3颗镜头全部都升级到4800万像素了，然后自拍镜头呢也终于升级成2400万像素了。硬体的规格呢也终于追上三星和Google 的旗舰机了。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这个荧幕呢可能会用上一个抗反光版本的一个玻璃，然后在阳光下拍摄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能够看清楚荧幕上面这个画面了。总的来说吧，就是根据我过去的以往的经验吧，每次这个 iPhone 就是升级记忆体容量的那一代呢，通常呢后来都会变成钉子户，所以这个 iPhone 17 Pro 或者是17 Pro Max 了，首次用上这个12GB 的记忆体，那你今年如果买回来的话，真的可以用很久很久了。AirPods Pro 3呢也确定基本上是会登场了，今年会用上一个最新的 H3 晶片，然后降噪啊、音质啊，还有就是续航呢，都会跟着进步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更特别的就是，苹果打算让这个耳机呢，也能够监测健康了，像是测量一个心率什么的。那光是戴着一个耳机，你就能知道你自己身体的状况了。那未来呢，甚至可能都不需要这个手表了。之前发布的那个 Powerbeats Pro 2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心率监测的功能了。那不出意外呢，这个功能也一定会来到 AirPods Pro 3的。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降噪和音质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比这个 Pro 2要来得更好呢？会好很多吗？那这点呢，就等到我实测给大家看了。入门款的手表 SE3 预期呢会用上更大的荧幕，表盘的尺寸呢会来到41和45mm，然后视觉上看起来呢就会更现代了嘛。那有传闻说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吧，可能会改用一个塑胶的表壳。但是后来呢，又有消息说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太廉价了嘛，所以就会继续使用这个铝合金的表壳。那目前最终会用什么呢？还是不确定的。那如果真的用上这个塑胶表壳的话，即便它这个价钱下降一点点吧，但是这个抗摔呀，还有就是抗刮的性能也就会明显下降了。那这点呢，我们就只能等待后续的观察了。晶片呢可能会升级成一个 S11 晶片，然后效能肯定是更强的，然后内建这个存储呢也会比以前更大。其实我最关注的还是这个 SE3 呢会不会有快充的功能。之前这个 SE 系列就是充电就很慢嘛，要2个多小时才能够完全给它充满。那本来这个续航就很短，然后充电速度又很慢。那我洗完澡出来以后呢，很容易就忘记带这个手表了。那晚上呢就没办法侦测这个睡眠了。那这一点呢，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看重的。中阶手表 Series 11呢，也会是今年的一个重点的升级了。除了这个晶片升级之外呢，很有可能会加入一个血压侦测的功能。
虽然它不是这个医疗等级的数据了，但是呢，能够帮助你判断是否有这个血压的异常的波动。那这个对于就是有家族病史的人来说呢，其实呢是很实用的。还有可能推出一个就是付费的服务啦，就是叫做 AI 健康教练嘛，就会根据你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数据吧，就提出一些就是对于睡眠呀，还有就是运动啊这些方面的建议。那这个功能呢，其实这个 Garmin 手表呢早就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Garmin 它之前做的就有点就是太机械式了，就像是好像你昨天没睡好，但是今天呢要多睡点，就是类似这种了。那我就倒想看看苹果如果来做这个功能的话，会不会做得更智能一点。当然，既然是付费功能嘛，那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重点了。接下来就是户外用户最关心的这个手表了，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3。那这代呢会加入2个实用的升级，第一个就是那个卫星紧急通讯了。那以前呢就只有 iPhone 有这个功能嘛，那现在手表呢在这个没有网络的时候，也能够自动的通过这个卫星呢来发送求救信号了。那对于爬山啊、露营啊，或者是出海的人来说呢，其实呢就超级重要了。还会加入5G RedCap 的技术，简单说呢，就是一个低功耗的5G 通讯网络，然后让这个手表呢独立联网的时候呢更省电，然后呢网速也会更稳定。整体上呢，就是这只手表呢就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生存装置了，就不太需要依赖 iPhone 来完成了。当然了，这个 Series 11有的新功能，就比如说血压侦测，还有健康教练这些了。Ultra 3呢肯定也会同步更新的，但是我其实最期待的还是它这个外观究竟会不会改款呢？毕竟现在这个 Ultra 的外观已经都用了3年了嘛。那过去苹果呢基本上都是3年升级一次这个外观的设计，那今年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3的外观究竟有没有惊喜。最后一个新品呢就是 AirTag 第2代了。那这次肯定会用上那个叫做 U2 的晶片嘛，那定位的这个范围呢，就从之前的10几公尺提升到现在超过60公尺了，而且还可能支援蓝牙 5.3， 然后让这个连线呢就更稳定，然后也更省电。喇叭的音量呢也会变大，那现在呢就是更容易就能够找到它了。那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就是很小一颗嘛，没什么用，但是真的用得到的时候呢，就真的会救了命了。像我吧，就有一次我的车呢就被拖走了，然后就又找警察又找保险，以为车被偷了嘛，那搞了半大天才知道是这个清扫马路的时候呀，就把我的这个车呢就拖到了好几条街之外了。那后来呢，我就在车里丢了一颗这个 AirTag， 从此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车了。那搭乘飞机托运行李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就给你的行李箱里面去给它塞进去一颗，然后就安心超多了。我看有些人呢还会在狗狗那个项圈上嘛就拴一个，那这个对于有宠物的人来说呢，真的也是太重要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今年下半年苹果几乎100%会推出的这些新品了。从这个 iPhone 到 Apple Watch， 再从 AirPods 到这个 AirTag。那如果你现在的设备吧，就是已经该退休了，那我强烈就建议你再忍一下，再坚持2个月，不然呢，你现在买了这个旧款呢，2个月以后一定会后悔。其实还有一些新品呢，就是很可能也会在今年下半年亮相，像是 iPad Pro M5 啦，还有就是新款的 Apple TV 4K， 还有 HomePod Mini 2，还有就是 Apple Vision Pro 2，甚至是那个 MacBook Pro 呢。那这些呢，我会单独就是再做一期视频吧。那如果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记得关注频道未来发布的新的影片吧。也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那个25万订阅的 iPhone 17的抽奖的活动。那详细的规则呢，我同样会放在说明栏里边。谢谢大家观看，也谢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Sally。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